这个计划主要是一个澎湖难民的重建，因为澎湖难民已经拆除20年了。我一直希望可以有个方式可以把它重新盖回来，因为一个建筑物拆掉，毕竟还是一个公共记忆的失落。所以希望借着这个VR 博物馆，我们可以把澎湖难民里面曾经受亡的难民的故事，在这个虚拟的馆里面用策展的方式就把它展现出来。而且澎湖难民全部都是海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计划它应该可以打开我们身为岛民对于海洋的一些更广阔的想象。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在追寻他们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好像自己觉得身为台湾人比较活得没有那么孤单，可能透过他们的生命史可以打开我们更广阔的一个跟世界的连结吧。这个计划的一开始是我在澎湖当兵的时候，是我梦到的。一开始是因为3个梦，那在梦里面的人跟我讲说有难民这个事情。那第1次、第2次我不管它，因为我觉得跟我没关系。那第3次就是澎湖难民拆除前1个月，那梦里面的讯息告诉我说难民下个月要拆。那我才觉得好像不能够像之前那样什么都不管它，所以就在它拆除之前就做了一些影像的记录。但做了影像记录之后，其实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一直要到这个拍摄又经过了10年啊，那我才找到了其他的受访者，才有一些这个澎湖难民全貌的线索。所以这个计划可以简单说它是缘起30年，我第1次拍摄20年。但是真正进行纪录片还有 VR 的计划是这10年的事情。那它可以说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但是这个0大概有20年。从0到1的过程倒不是说从不知道到知道，我觉得那个0的状态是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是在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的状态。我一开始是拍纪录片，我有拍了一个实验短片叫《金六岛》。从纪录片到实验短片，那我又拍了其他的纪录片，澎湖难民的故事就渐渐成型了。我想契机比较大，应该是有一年我跟着一位受访者，他从比利时回台湾。那一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受访者他回来难民，虽然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说这边以前是什么。那现场唯一还残留的遗迹可能就是2棵榕树吧。所以面临在那个现场什么东西都已经不在，可是当事者仍然可以指证历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他眼前是有一个图像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图像如果可以让观众看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我想其实建筑物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还有生命经验的载体。那么如果这个载体它可以存在的话，许多记忆会有一个联系的地方。但我没有钱去盖真的嘛，但是可能我们可以用科技的方式去盖一个虚拟的。虽然它是虚拟的，可是也花时间，也花人力，也花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提这个计划，它真的也是有点像工程一样，要第1期工程、第2期工程、第3期工程这样的来做。那我们在 VR 的博物馆里面就会多了一些互动，其实观众就可以用他的控制器，就在我们重建的这个营区走动。那在不同的角落会看到可能那个角落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那这是我们 VR 博物馆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现在完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国议会提案的版本 1.0， 然后后来发展到现在我们完成的 1.6。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如果没有国议会的挹注，可能现在的版本还是在0啊。在我做这个计划的10几年间，虽然我觉得让台湾观众产生共鸣的机会真的不是很高，因为坦白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难推。好像我们觉得跟难民议题的连结度不是那么高。那我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来怪罪我们台湾的观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个状态。
从零到一的过程。那这个零花了我20年，那我想我至少也要给我们观众20年吧。我希望借着这个难民的主题，如果能够去除掉华语的语境对于难民的社会性歧视的话，它其实可以打开一个我们面对世界一扇很重要的窗口。那尤其我们台湾组成的族群，我想我们除了原住民之外，应该每一个人都是移民或难民的后代。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同理心也扩大到其他的种族跟族群。